大家好，今天是8月14号，这两天比特币给的多单建议还是维持不变啊，因为我计算的江根点位 25K 可能是个痛点，它在没量的情况下会同步预设。你如果前面没看我的视频，这个买点，包括这个买点，如果错失掉，短线还要再操作，那尽量再观察比特币有没有压回23200，或者以太坊1740，狗狗币4个小时60 MA， 就是不要追哦。昨天很多币种是收上影线。但是整个趋势我还是往上看的。今天视频就来讨论一下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在比特币 21K 下方抄底的筹码，或者是以太坊$1000左右抄底的筹码，长线目标到底要看到哪里？特别是以太坊长线的图形，主力画的陷阱图已经是成型了，这个图形要怎么来解读？这个图形怎么配合比特币去年在 69K 高位倒过来的当时解读的图形，怎么来解读？或者是再聊一下昨天讲到的几个波段压回买点的知识，除了昨天视频的那几个知识，时间的知识要怎么来判断？比如说这个买点，或者这个买点，包括去年的几个买点里面是不是存在时间的自然现象？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像 BOK 返佣永久 20%， 你如果交易量达到，也可以直接 Discord 联系我们，帮你拉进会员组。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趋势还是向上看啊，因为趋势已经跟大家讲了一段时间，我们不要在线上去做空。这个20 MA 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只要命还在，那就不要做空。60 MA 就是主力的生命线，现在都已经翘头，主力的命还在，那就不要做空，尽量压回有没有低点的买点。不过这个位置尽量不要追啊，因为我判断有可能 25K 还是一个压力。那长线的图形我们再来聊一下当时抄底的一个手法。趋势大家都懂嘛，如果是一个极度下跌的趋势，趋势是由什么形成？就是由 K 线来形成啊，3根 K 线以上就可以形成一个趋势啊。它下跌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这样子，慢慢或者整理一根，再跌，或者再整理一段时间，然后再跌，就这样子啊，就形成一个趋势。那趋势里面我们要去判断多空的力道，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波极度的空头市什么时候有见过第二周的 K 线收在这个影线里面，只有这一根哦。我们再复盘一下，从这个高点下去，你有看到什么时候有遇到长 K 线第二周马上收在 K 线实体里面，就这一根哦，所以它会有反弹啊。你要看空间啊，空间这是在 ABC 的低点，那这个位置是在刚开始起跌的位置，都会有反弹。那后面呢？后面这一根是有看到一个多底啊。虽然是400，有时候 K 线不是100%准，你如果配合空间的话，有可能就是会70-80%准确率，这个空间也不算很低吧。那这一根呢？这一根算是很低嘛？这类似一个 ABC 嘛？就这一根是一个多点，它就会有这种反弹的高点。所以这一根开始跟很多朋友讲，你尽量去抄底，抄到现在就给我死拿住啊！它就是很像这一个位置，遇到一个多底。收在这个影线上方嘛，1周、2周、3周、4周、5周、6周、7周，全部收在这根影线上方，这个就是一样啊。前面一直在低位的时候就跟大家已经1根、2根、3根，不要去怀疑，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大量的筹码被人接走，就类似这一根大量的筹码被人给接走。那现在接走的人，他长线目标要看到哪里？我是看得很高啊。我们要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图形，现在比特币还没有陷阱的图形还没有成型啊，如果过了 29K 才可能会成型。我们看一下当时疫情的这个，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几次，这是一个整理图形，就是一个平台型整理画陷阱，回到这一个矩形里面就是陷阱已经成立了，这个陷阱就成立。那比特币呢？比特币现在是没有成立啊，还没有啊，要回到 29K 才可能算是成立。但是底部的筹码已经是非常的夯实，而且是大量，就是被人给接走。如果有压回，我的观点还是一样，你要站在买方。这两个图形就是非常的像，如果是能回到这个位置里面，那就是陷阱成立啊。主力如果能画出这种图，回到这个里面，主力就是跟全市场的游资或者是其他币种的庄家讲，我未来这个陷阱我已经画出来，未来我是要去过这个高点。以太坊已经有这么一个图形啊，前面的当然它这个位置是不是很标准啊？这是一个矩形，
这是有一个破位，这边就是陷点，后面是回上去就是告诉全市场的游资或者是其他的币种专家，我就是还画陷阱，未来我是要过这个高点。那现在呢，这不就是一个大平台的整理区，是不是已经成立了？我的观点就是陷阱已经是成立了，能回到这个矩形里面，那大主力就是在跟全市场的游资讲，下面全部都是陷阱，你不要去怀疑，未来肯定要过这个高点。我丑话放在这边啊，因为其他股票市场一定是见过这种图形，我丑话放在这边啊，你尽量再观察还有没有压回的低点，如果要再买的话就站在买方，仓位也要控制好。反正这个图形已经是画出来了。当时在比特币高位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形，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当时比特币在高位超短线上就有这么一个图形，这是一个矩形哦，矩形整理。当时在高点的时候，是不是有给大家逃点逃在这个 69K？ 我是有一笔空单，就是空在这个位置。它就是矩形画好了以后，你过高不能再回矩形，再回矩形大主力就是跟全市场的游资或者是那一些其他币种的专家讲，我这边是一个多方陷阱，只要能回到矩形，那不要管，可能就是会破这个低点，一波逃到现在，来到这么低的位置给大家抄底。足足有5万点的空间啊！未来真的如果能回到 29K， 我的观点是等过了 69K， 我们有5万的利润，到时候再看要不要再做长线减码的动作。至于短线或是波段的筹码，再来复盘一下。我们先讲一下这一个是，大家觉得这个市场有没有存在时间的自然现象？当时逃点逃在这个高位的时候，这个高点是有一个时间自然现象，老粉丝都知道哦。从这个低点开始画黄金比例的一个时间图啊，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高点，然后拉到这个低点，可以看一下 0.382 的时间 0.682 的时间，是不是两个时间都是在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就是它这一波上涨的时间是在复制这一波上涨时间的一个现象，这里面是存在一个时间的自然现象，不管你信不信这一个邪，我是信的哦，因为时间判断是非常的难判断。这个时间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找，因为感觉最近很难找啊。它像这种没有大曲折的波折，时间是很难找，都是小曲折，所以我并不喜欢去找。有时候时间可以用斐波那契的自然现象，或者是江恩也是有时间。那自然的时间现象，我们就简单一点来判断。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嘛，如果是波段里面我们要找买点，就找这种压回的买点，除了一个在指标死叉的位置，尽量观察死叉的这个低点位置去买，或者死叉的这种低点去买。这种低点要怎么利用时间来判断？那就从高点开始算时间，斐波那契数列3、5、8或者21。我做波段我们尽量以21为准啊，21下方的一些时间我们尽量去观察，比如说这个1、2、3、4、5。第6根转折，你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5天左右来到5天左右，你尽量观察一下有没有放大量，盘中有没有放大量，我们要追第一根啊。那这一个呢，1、2、3、4、5、6、7、48是不是一个时间序列？你在第8根如果有看到放量，或者是前后1、2天，尽量去观察一下这几天有没有变盘的动作。1、2、3、4、5、6、7，是不是也是在第8个？所以这里面就是存在一个时间现象，8是一个很重要的斐波那契数列，当然3也很重要，有时候会在3，所以你在第3天左右的时候，你尽量去观察，或者第5天的时候尽量去观察盘中有没有大幅的波动，或者第8天，如果8天过的话，那尽量去观察21天以下的，如果超过21天，有可能是大波段的一个整理，要整理很久，就类似这种大长线的横盘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尽量遵守这个趋势 ，20MA 向上压回，尽量在20MA 附近的时候，踩20MA 附近的时候去观察时间是不是有满足，尽量判断趋势是往上的话，我们就在这种位置去买，接近20MA 位置的时候这种买点，而且时间从高位下来3天或者5天或者8天，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去年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有存在时间的自然现象。比如说这一根啊，这一组
1、2、3、4、5、6，接近第8天的位置，也是达到20 MA 的位置。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跟很多朋友讲，趋势是向上的，它是站在我们散户身边的上方，我们尽量利用压回的低点位置去找买点，包括这个位置也是1、2、3、4、5，也是接近8天左右。这个是第7天啊，第7天是见这个低点，才20 MA， 这种就是买点，指标时差的时候去买。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年11月份的这个位置，它在高点的位置1、2、3，就是在第3天的这个低点破20 MA 没有破，这就是第3天的一个转折，会有一个上。然后你如果看整个形态的话，它其实在这个位置是属于21天以下的一个整理形态，所以尽量观察这个时间。我们拉一个时间过去，比如说从这个高位开始上到这个位置，突破的点位是在第21根，看到没有？反正短线还是一样，比特币尽量不要追嘛，现在也是没有在80上方，它如果要出量的话，能过80，有可能会在80上方钝化，包括以太坊也是一样。短期的以太坊要怎么来判断？我们把这个图形关掉，给大家画一个矩形，它可能这3根是属于一个奔走型整理，你再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压回。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